昨天看了一眼这个微博，有一个热搜啊，就是有一个电视剧里边有这个叫芋泥香松鸭，很多人在复刻，我觉得真的是把这道菜毁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活人君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那今天做一道什么呢？夏日里啊，有点东南亚风味的传统粤菜里边的香芋滑鸡包。先介绍食材啊，我们先介绍这个鸡。这个鸡呢，就是我们市场上买的这个小的嫩的鸡啊。这个香菇我们胀发好了，我会把我们之前分享过的胀发香菇的视频嵌在我们的这个视频里。蒜、姜还有这个香葱。最重要的，现在说一下，我们这个是荔浦芋头啊。这是我们买了一个，用不完，但是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一定要用荔浦芋头啊，因为荔浦芋头相对来说比较沙的这个芋头啊，这个芋头质量是非常好的。沈师，这谁买的芋头？不是我买的。不是，那是谁买的？我是现在开始推卸责任了啊！芋头多少钱一斤啊？荔浦这是炮弹芋头是吗？哪个更面一点？面荔浦更面一点是吧？来，那我们现在直接加工食材吧。我们先把这芋头削皮吧，我们不用削皮刀了啊，就直接用这个刀削。你看，果不其然，哎呀，这芯儿已经烂了，甚至就是你看这还是有烂的部分，那我们就挑不烂的用吧。哎，你看这面还可以，是不是？对，这面是我买的。我去，原则上我们应该拿这个削皮刀啊，就是感觉这样有点浪费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芋头还真是有点瑕疵。OK， 因为还有一些泥土在里面啊，那我们把砧板和这个芋头同时清理干净啊，吃出沙子来可就不好了。哎，我先把这个芋头洗一下啊。好，芋头洗完了就是这种状态，我们先放在这儿。芋头呢，原则上呢可以切长方形的块儿，一般在餐厅呢可能切菱形的会比较多一点。其实切长方形的块呢是为了省食材啊。哎，这个芋头还真是挺粉的啊！大家记得我们之前分享过那个一个莲藕的菜，就是我们在切莲藕的时候不能剁，就这个也一样啊，因为它中间是比较粉，要一剁它中间就裂开了，就不会是一个平面，这肯定是不行的，对吧？我们把它给削掉，把它削掉啊。在家里边，如果要是选芋头，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。我们真的一定要把颜色不对的啊，我们要给它完全的去掉，我们就直接切片了。现在其实我们这已经不规则了，但是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。切片之前，我们先给它切成这样的形状啊。这么大的芋头，这种圆形状的，我们来给它一开三吧。行不，盛师？行。来，那我们现在给它切成块儿啊。这个块儿其实有点大，大就大了吧，因为本来我们这个去掉的烂的地方会比较多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大小，就是像我们的麻酱牌的大小。这个芋头呢，除了可以做这个香芋滑鸡包之外，我们比如说香芋西米露啊，哎，其实做西米露挺适合这个季节的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正好嘛。哎，那行，那我们留一点芋头，我们明天做西米露怎么样？好，行了，那基本上我们香芋滑鸡包做一个粒份的用不了这么多啊，但是就都给它吃了吧。剩下的呢，我们留好，我们做其他的菜。芋头加工完毕，现在就是这样啊。等我回来，那现在我们要加工这个鸡了，做一份我们半只就够了啊。要把它斩成件，那我们换一把刀啊。哎。哇，斩这个鸡腱呢，那我们先给它一开二。盛师，你觉得我这一刀下去能不能整整的一开二？不能吧？来了啊！是不是很厉害？是不是一开二？是一个成功了吧？成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一半留着。其实这个鸡我们买的时候，这个店主已经把这个肠什么都给去掉了啊。那我们把这个鸡油的部分，回头我们自己炼一点鸡油。那下来我们这个鸡脚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煲汤啊，可以做什么？我们反正这个菜我们先不用了啊，但是我们先留着，不要扔。来，现在我快速的把这个鸡斩成鸡腱，就或者说叫鸡块，然后我希望你的镜头跟上啊，这不是显示我的刀工啊，我就是让大家看看啊，就是咱们到底行不行啊？来，你看这个鸡头、鸡脖子咱也不要了，咱也可以煲汤啊。那我现在开始我的表演，来吧。好，是这样啊，先把鸡翅给去掉，来这样。鸡这个鸡翅尖儿也不要，然后这个呢如果要是觉得有点长的话，来中间一开二。好，基本上鸡块就是这种大小。来，孙老师，从这个斩鸡翅看出实力来了吗？这刀工。来，我们把鸡屁股去了啊。
现在再一开二啊，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啊。开始了，来吧。来，哇，行不行？行。来，大家用刀的后部，我们这个是文武刀的武刀，就是我们也叫斩刀，相对来说比较厚一点，可以剁骨的。来，开始了啊！哎，这样感觉怎么样？太利落了。好，那接着走。哇，掉了一个，算不算翻车？掉的是骨头。对，好，行，好吧。行了，那现在我们这个半只鸡的鸡垫斩完了，现在要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现在需要用清水把它给再冲洗一遍。这个毕竟它还有这个血水的部分。冲洗完了之后，我们要拿一个罩里或者是拿一个什么器皿把它给控干水之后，我们腌制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回来了啊。回来把它放在一个罩里，水尽量给控一控啊。现在我们斩刀完成了使命，我们放回去。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文刀，用薄刀来我们切料头。那现在我们拍蒜吧，常规的解压环节了，又来了啊。好，来拍。哇，今天感觉这个蒜拍的格外的解气啊，流畅，成功。对了，我刚才说我们今天这个香芋滑鸡包是有一点东南亚风味的传统粤菜，你觉得是病句吗？没觉得有病句。东南亚风味啊，其实这个来蒜蓉放在这里，来我们这个葱呢给它切成葱肚，就是小葱肚啊。东南亚风味呢，那个你去过东南亚的国家吗？甚至那肯定没有。不重要啊，我们争取团建的时候去一次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我把话放在这儿了啊，记住啊。这是姜，这之前我们剩的这个姜呢，我们切姜片啊，这个菱形片就可以了。来，为了不浪费，我们不太菱形的姜的菱形片，来，行不行？这是可以。来放在一起。那料头里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胀发好的香菇啊，这个香菇胀发和不胀发风味是完全不同的。来，我们把这个蒂给它先去掉啊。这个香菇呢，我们片片，好像刚才我们没有说完是吧？东南亚风味有的呢就是像多用于椰子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我们这个鸡呢会要放一些椰浆，除了椰浆之外呢，还有什么事你知道吗？还有啥呀？你应该知道，蛋奶。怎么样？这是不是感觉有点科技与狠活的这个感觉？哎，都是瞎掰，其实蛋奶是很好的啊。来，我们放在一起，这个是料头，我们完成了，主料、辅料还有料头准备好了。那现在我们来腌一下鸡块啊，看看我们控水的情况。你看控出这么多水来，甚至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我们把这个鸡块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让它吸一下水啊。厨房纸巾其实原则上作用就是干这种吸水的这个活，这是它的功能之一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盆稍微擦干净，我们把吸完水的鸡块放进来。我们只是下一个底味啊，来一点点盐，然后一点点味精、糖，稍微的多来一点点。其实对于这个鸡来说，其实我们就是复合味的甜啊。来，我们再来一点生粉，再来半勺的蚝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用手把它给抓匀。哎呀，就是原来我干厨师的时候，原来这道菜其实一天会卖出很多。现在做这道菜的酒楼饭店反正是很少了。好，腌完鸡块放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要让它静置10分钟左右啊。那这个时间我们干嘛呢？我们来炸芋头，洗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食材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烹饪啊。来，现在把炒锅烧热啊，因为要炸东西啊，所以我们油用的稍微多一点点。来，多倒点油，怎么样，这是？行。哇，行了。这个油温呢，大概在6成热左右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芋头放进去。好，你看现在有一些冒烟了，就是基本上6成左右啊。我们先放一块芋头，看它起不起泡啊。来，还差一点，真是。还差一点。对，就是现在就是这种状态。你看现在有点起泡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你现在基本上就可以了啊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这个时候我们开一下中火啊，把火稍微得关小一点。来，我们顺着把芋头放进来，
先放大块点的啊。这时候开一下中火啊，火不要太大。来，基本上炸3分钟左右吧。我们再看一眼，就是芋头炸到金黄色，然后待会儿我们用罩里触碰的时候，就是你很明显的感觉到它变得稍微轻一点了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炸完了之后，就是让它马上感觉要金黄色，但是还没有金黄色的时候，我们就捞起来。捞出来之后，还有一个蓄温的过程，它会慢慢的变得更加金黄。我拿一个，我触碰锅的时候，你看，是不是变硬了？对，感觉它有一个硬壳的感觉。其实它是外面有一层壳，但是里面还是非常软绵的。这样炸完了芋头之后，我们直接蘸白糖吃，其实都是一道菜。来，我们放在罩里里，原则上呢，我们用那个筷子可以戳一下，看它能不能戳得动啊。哎，你看是不是很轻松的就戳下去？你看，给个特写，能不能感觉到里面是很面的？里边的颜色好像没变。对，这个呢就是荔浦芋头的最大的特点，它那里面是面的。是不是？你照一下我的脸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荔浦芋头这个事儿啊。昨天看了一眼这个微博，有一个热搜啊，就是有一个电视剧里边有这个叫芋泥香松鸭，很多人在复刻。我们粤菜叫丽蓉香松鸭，这道菜呢也是我一直想做的，但是为什么没做？因为太复杂了。哎，好，现在我们可以关火了啊，我们不能管它那样了。你看，现在我们已经金黄了啊。来，我们现在给它捞出来。我们现在把它放到一边啊。其实刚才我说话这个确实感觉有一点点过火了啊，但是不怕。芋泥香松鸭大家都复刻，我觉得真的是把这道菜毁了。但是哎，不说了，不说这件事了啊，不说这件事了。来，那我们接着来，这个芋头我们炸完了，我们看一眼，我们找一小块把它给掰开啊。外面是一层壳，但是里面还是很软糯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我先尝一下啊。太香了，好吃。那现在我们把火继续打开啊，把鸡块再炸一下。现在你看我们这个锅底有一些这个芋头的粉末，不要捞了吧，就是让它这样吧，好吧？没必要。就可能它会有一点糊，但是并不妨碍我们这道菜啊。油温大概也是在6成热左右。我们把鸡块放进去。好，请看现在烟气起来了，我们把鸡块放入。哇，这个是不是厉害了？有一些水分啊，难免会溅，还是要注意安全，把它给拨开。你看现在已经有一点点焦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来，我们现在关火，把鸡块捞出来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种状态啊，不用炸的特别过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倒在一个器皿里。好，来，就是炸成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放在一边。好，炒锅刷回来，我们开火啊，把炒锅烧热啊。顺势，我们现在这个油就用刚才炸芋子的油吧。哎，我们不要用新油了，可能会有一点溅啊。油也不用特别多，来润一下锅。现在来，我们把料头放进去啊，蒜蓉、姜片、干葱蓉、香菇、葱冻。煸一下香，我们把炸好的鸡块倒入，来，我们放一点料酒，看到火苗出来什么感觉？我去，吓一跳是吧？这个时候我们开大火啊，开大火。现在我们这是做好的开水，我们倒开水进来。这个水不用太多，大概以刚刚没过这个鸡块为宜啊。这种状态，我们现在要焖它3分钟。我们盖上锅盖，好不好？好。焖3分钟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秘密武器拿出来，东南亚风格啊，椰浆，然后还有一个蛋奶。你看人家这个蛋奶设计的，直接这一开盖就可以了啊。非常好啊，这先放在一边。但是这个椰浆怎么办？这是，咱们还是没有买开罐器啊。哎呀，咋整啊？那只能用我学厨时的笨方法了。这边给它开一个口啊，这边开一个口。那个物理学怎么样？这是物理
不大好。啊，原则上可能倒不出来。那我们这边再给它开一口。好，两边产生对流，那么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放了啊，是不是？对。来，我们现在看一眼我们焖的鸡块怎么样了？1、2，走！哇，你看这个汤，是不是感觉已经很浓郁了？对。我们现在还没有放芋头呢啊！大火3分钟之后，我们把我们的香芋、我们炸好的芋头也放进来，一起同焖。好，摄影师，我们现在放了芋头，又焖了3分钟啊！现在我们再开盖看一眼，好不好？来吧。来，1、2，走！哇！现在我们来我们的秘密武器啊，椰浆，这个一罐是400毫升，我们放入半罐，半罐就够啊！现在有没有东南亚的气息了？有种椰香味了。有椰香味了，那我们下面来一点淡奶。淡奶呢，稍微的量少一点啊，基本上是椰浆的1/5吧。来，我们先放一点淡奶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尝一下味道啊。做米饭了吗？我刷一下铲子啊，刷一下勺，马上回来。现在我们调味啊，调味呢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了啊。来，1/5勺的味精。1/4勺的盐啊，我们现在还是在开大火的状态啊。我们再来半勺的蚝油，其他的调味料我们暂时就都不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再尝一下味道，太绝妙了！洗一下勺。好，现在我们开中小火再焖3分钟。好，我们马上回来。好，又过去3分钟了啊，摄影师，我们过了几个3分钟了？好几个了。好几个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再看一眼啊，真是越焖香味越浓啊！哇，现在我们就要开一下大火啊。我们说这是香芋滑鸡包，那包在哪里？包在这里。我们现在把包仔开一下火，我们现在烧一下这个包仔。出锅的时候，你说我们撒点这个葱度怎么样？绿的葱度会不会更漂亮一点？肯定会。那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要切一下绿的葱度。我们再怎么忙也不能忘了食品安全问题。来，我们切一点长的葱度。好，就放在这儿。出锅我们再撒。现在我们赶快回来，因为芋头啊，它也是有大量的就所谓的我们的淀粉的存在啊，所以说原则上这个菜是不用勾芡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再开一下大火，看一眼我们的这个砂锅怎么样了。砂锅已经热了，我们来香油啊，我们倒一点香油。我们要把这个做好的香芋滑鸡包倒进我们的包仔里面，感觉一下会不会有呲啦的一声啊？应该会有吧。好，现在我们把火先给关一下，我们再在边上来一点料酒啊。好。成功了，我们再开一下大火，吹一下，我们马上盛菜。我们现在把火关掉，来，我们拿到我们一旁吧，好不好，摄影师？好，这感觉就好啊。来，哇，放到我们砧板这儿。好，来，我们拿个马兜啊，拿个马兜把这个葱给装好。好，我们把砧板先放在后面。那我现在要开盖了，来吧。我们这香芋滑鸡包成功不成功？来，1、2，走。哇，感觉怎么样？太香了，这个。来，我撒一点葱段不？来一点。哇，真是太香了，真是成功啊！这道菜我们不用勾芡啊，大家一定记得啊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芋头已经很粉了。那我不能端了啊，这个太烫了。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一道有东南亚气质的传统粤菜——香芋滑鸡包。您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。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感恩，谢谢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